我10岁那年在河里摸鱼，却摸到一具枯骨。我刚要撒手，那枯骨居然动，他用手指戳伤我的手掌，然后我直接晕了过去。我感觉我的身体在缓缓下坠，而我的意识就像是进入了一个牢笼，身体被树根锁链牢牢束缚，动弹不得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变成了一个傻子。我的父母带我看了很多地方断毛，直到我18岁那年，一个毛熊国的美女看我是一个1.85米，长得又帅的傻子，把我带到小旅馆。小傻子，姐姐教你做大人。我虽然傻，却本能地朝着索菲亚走了过去。不，本座晒了8年太阳的纯阳之体，岂能毁于一女之手？我控制不住我季季啊！不甘心啊！这一刻，我的身体终于回到了我的控制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记忆。我也终于知道，这8年来我被夺舍了。他是个修道的，想要借我的身体重生。我命不该绝，彻底的显摆，还继承了老道零零散散的传承。臭傻子，你瞅啥？4个小时了，还嫌把老娘没折腾够？我没有半点的怜香惜玉，直接扑了上去，折腾完了索菲亚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中午了。到家后发现家里围了一堆人。冯老狠，要不是你说主动离职能给个2万，我家老刘能离职吗？现在好了，离职书签了，结果呢，就给了我家380，你让我们活不活？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跟你没完。听见他们大吵，我也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爹是印刷厂正式工，和办公室主任王源有10几年的交情。前几天王源找到我爹，想让他起个带头作用，响应国家号召下岗，事后每人给2万块补助。我爹二话没说同意了。结果事后去找王远时，人家死活不承认了。和我爹一起下岗的这些人，把怨气都撒到我爹头上来了。哼，缺德的人家，怪不得小儿子是个傻子呢。做错，冯老狠，别在那装死。他拿着刀，怎么？你想威胁我们？我们不怕。师傅，我觉得六婶说的没错。你说你们家连冯傻子都要娶媳妇了，再看看我，跟您快1年了，连工作都了，总不能连一口汤都不给我喝吧？杨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是我求了主任，把你弄到厂里的。去年的先进个人，那原本是我的，为了你的前途，我都让给你了。荣誉不说，那可是实打实的300块钱。你行了，冯老狠，不就300块钱吗？你让我一辈子感恩戴德啊！小杨啊，你不能没良心啊！你以前连饭都吃不上，你师傅把你弄到厂子里有了工作，我家10来口人，做饭你师傅永远都给你带一份，那不是钱啊！你离职也不是我们造成的，是你自己沾赌，把钱输给了街里的大混子，人家找到了厂子，你吓得自己跑了，你师傅还因为这件事没少帮你在厂里说话，你这孩子怎么这样？就在他们争吵时，我发现我爹头上有一团黑气，根据老道的记忆，我知道那是煞气，也叫死气，而且越来越浓。六婶，这件事你们想怎么解决？啊，你不傻了？哼，风宁，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傻子，你们老冯家要么给钱，要么别怪我不念老街坊的情谊，我去派出所告你去。对，告他们去，这一家子坏得很。六婶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也要去派出所。几十号人把我们一家子堵在家里，你们想干啥？大家被我的话问得一愣，这年月私闯民宅那可是重罪，何况还这么多人。说1000到1万，还不是你爹不地道？放，那宁宁你说这是咋办？六婶，我爸再有个3、4年退休了，以他的资历可以跟厂子耗下去，没必要淌这趟浑水。而他之所以宣传离职，一是被王远骗了，二嘛响应国家号召。大家要是觉得我爸影响了各位，我们现在去派出所，总有明事理的。他们敢来家里闹，却不敢去派出所，见打我家没办法，只能陆陆续续离开了。而我爹我娘，他们像是不认识我一样，震惊地盯着我。老幺，你跟爹说实话，你现在正常吗？还会傻不？爹，我不傻了，但有些不一样，我不能说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件事过去了，接下来1个多月我也没说话，一直研究老道留下的传承。爹娘也只当我是没好利索。我学会了往生咒，是一种送魂魄往生的经文，学会了画符，各种各样的符。这天我来到山上，因为我想试试刚学会的五雷举。结果那雷真的劈了下来，把一旁的树直接劈成了雷击木。成了。你刚才做了什么？因为太激动，我都没发现身后站了个人。你是谁？来这干什么？我叫李雅，从这路过。我看见停在女人身后的吉普车，这年代能有车的人都不是一般人。我转身就走。没事，不要到这种地方来，有野兽。帅哥，你应该是个道士吧？你的道术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你是我见过最夸张的一个。我不是什么道士，你刚才看错了。李雅盯着我看了又看，看得我都有些发毛。她随后从包包里拿出了2沓钱递了过来，我愣住了，100元大钞，还是2沓，足足2万块。说真的，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没见过这么多钱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师，我朋友家里出了点事，想着你能不能帮忙破破。这2万块是定金，只要你跟我走一趟，不管成不成，10万块，行吗？去哪？黑城。走吧。路上女人告诉我，她朋友是黑城社会大哥，外号佛子，前不久瞎了一只眼，去很多地方看过都没用。
李雅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也不至于在大街上抓个要饭的来糊弄我吧？他全身上下的地摊货加起来都不到10块钱，哪个大师这样？你不会又给钱了吧？郭毅，这位是真大师，你不要乱说话。冯宁，你别生气，我朋友心直嘴快，并没有恶意。而我在这郭毅的身上看到了一只山魈，而这山魈左眼已经瞎了，而另一只眼睛也有了发脓的迹象，用不了多久也会瞎的。你是不是碰到过大马猴？什么大马猴？山魈，那玩意也叫山鬼，红鼻子，站起来1米多高，龇牙咧嘴的。郭毅惊了，连连点头。遇到过，在老阴山，我以为猴子呢，追上去想弄他，结果靠近以后吓了我一跳，还被他抽了一巴掌。回来以后我的眼睛就出了问题。大师，我还有救吗？说详细点，你们去老阴山干什么？为什么会碰到山魈？要不然我没法弄。老阴山离我家20里，我当年就是在那里被夺舍变成傻子的。大师，我是从一个倒爷手里拿到了一个藏宝图，说是老阴山地下有宝贝，谁知道我去了宝贝没看到，惹了一身骚，唯一就带回来了一个铃铛。郭毅说完，拿出来了一个铃铛递给了我，我摇了摇，结果愣住了。你多亏碰到了我，要不然就不是瞎眼那么简单了。这铃铛是邪物，你居然还敢留着。我说完就把铃铛放在了兜里，去准备一张桌子、大米、蜡烛，杀一只活的大公鸡，弄一碗大公鸡的血，再给我找来一根2米半的红绳。之所以弄这些，完全是做样子的。10万块，总不能赚得太轻松吧？我走到了郭毅面前，这次我没有看他，完完全全看的是那山魈，他似乎也在看我，身躯颤染。猪血逼啊！我亲眼看到那山魈炸开，如同燃烧的纸，灰飞烟灭。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。我就说嘛，你肯定是大师。我拒绝了郭毅的宴请，坐着李雅的车回到家。李雅和我聊了一路。我想提醒你一件事，但这件事我也不太确定。你不要吓唬我，说的好像我要死了似的。我不太喜欢你。我知道了，不用你刻意提醒我。我说的这个不喜欢不是指你的人，而是你身上的气息。我觉得你有问题，但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。你最好自己去发现吧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原谅你了。李雅瞥了我一眼，一脚油门走了。回到家后继续学习老道的传承。又过了几天，郭毅居然找到了我。大师，我想求您带我去个地方，护我平安。事成之后20万。老阴山。郭毅点了点头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冯大师，您应该知道东北5仙家吧？狐黄白柳灰5位仙家，说是有着神通法力。冯大师，狐黄白柳灰，除了狐是狐仙之外，黄是一个落魄道门，白是守村人，柳是想化龙的蛟，而灰则是财神。准确点的说，是一仙家与4道头。灰仙家做的是寻福地探宝的生意，也叫做偷油，所以被叫做财神。而我就是灰仙家的后人。闻言，我真想翻个白眼，偷东西就说偷东西，非要冠冕堂皇的。那老阴山呢？文献上记载，那里面有东西，应该是活了1000年的东西。我想要它点血，但谁知道门都没找到，上次就被山魈给撂那了。大师，我是带人来的，不用您出手，只想着你护我周全。20万，不，30万，成吗？我答应了郭毅，主要是我也想去老阴山，那个让我当年变成傻子的地方走一趟。到了地方，发现除了10几个保镖以外，还有比较特殊的3男2女。这3个男的都是南方人，他们一路上叽叽咕咕的，我也听不懂说啥。而这俩女人，一个帝都人，另一个是东北省城的。我能感受到这5个人都不是什么善茬，特别是那个省城女的，身上被一种气息包裹，我竟然看不到她的气运。靠谱不？看着土里土气的，像个土包子，浑身上下都不到10块钱吧？你找他来干啥的？玫瑰，我警告过你，我找的人不是给你们打洞用的，跟你们没关系，别在这瞎特么问。哼，你们这些老鼠还真是硬气呢。说你是佛子，你就是佛了。行，我不问，我也警告你，里面那东西邪性着呢，他别到时候添乱。大师，您别放在心上，他就这脾气。我没说话，我的任务就是保护郭毅，至于别人说什么，我并不在意。很快我们来到了我当年出事的那条河。依山傍水，连绵不绝，横看成岭，侧看成峰。佛子说的没错，这果然是一条真龙脉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两位，这次能出游？不好说，这阴山巴掌大的地方却山意连绵，这是龙脉没错，但它是一条藏着的龙脉。八卦所言，山困风则风顺，水长流则水灵。这里风调，但这水没有源头，问题很大。那还动不动手了？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别说白来一趟。来都来了，动手！10几个人去埋炸药，埋好之后，那人一声令下，紧接着就听到对讲机里喊：邪门，太他妈邪门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出血了，全是血，止都止不住，像是炸了个喷井。什么？我这边也是，但没偏，血一滩一滩的，河被炸开了，那河深处有东西，我好像看到了一只脚被铁链子锁着，脚上穿的绣花鞋。其他人吗？结果对讲机里滋滋啦啦的没有动静，
不好，出事了！一行人赶紧往爆炸地方走去。等到了地方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停了脚步，面面相觑。